张克先生，我是受你老板郑凯旋先生的委托。他是我前老板，已经和我没关系了。还是有关系的，你们俩有竞业协议。我已经付过违约金。黛西，你给张先生普及一下。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后，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按照约定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那你就不能创业了2年以后还是可以的。？2年？那你们聊吧，我还有事情，先走了。你可真会挑时间。他本来已经决定投我了。如果他投了你，再发现你有竞业协议，你惹的麻烦会更大。您把自己说成救世主了。过奖了。郑老板欢迎你随时回去上班。那就是让我去死。知道他是怎么对我的吗？不管我想干什么，他都不同意。他根本看不上我。我在他公司2年，我都快得抑郁症了。不好意思，张先生，我后面还有事儿。如果你希望跟你的老板重修旧好、捐弃前嫌，随时找我。我觉得咱们这样做对他不公平。人家当时在你那儿，你也没好好重视人家。现在人家自己出来创业，有了热度、关注度了，你就拿出了竞业协议。需要我提醒你，这份律师函是你起草的吗？我当时并不知道他在郑凯旋那儿受的委屈。那只是他的一面之词。您没有看到他的眼神啊？特别绝望，绝对不是装的。有一句话叫“置于死地而后生”。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把人往死里逼呢？我给他路了呀，让他回来上班。那是绝路，绝处逢生。你能不能设身处地的替他想一想啊？他怎么能回去啊？他原本可以自己干出一番事业的，现在却要让他回到那个让他受尽冷落的前老板那儿，这不是胯下之辱吗？大丈夫能屈能伸，他可以向韩信学习。我觉得咱们这么做不对，不公平。你的工作不是来提醒我，记住，我们是律师，郑凯旋的律师。那也不能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吧？那你的意思是拿人钱财给人添堵？你们可真够敬业的，拿刀捅了人，还得回来看看这刀捅得有多重。我是想，郑凯旋给了你们多少钱？你干这么缺德的事儿？跟你直说吧，他就是想让我回去，在他手底下服服帖帖的对他点头哈腰、言听计从，我不会接受。你告诉郑凯旋，我死都不会。其实你不用死啊。你有亲戚吗？我的意思是，竞业协议其实只是对您本人有效，但是对您的太太、您的父母、您的兄弟都是无效的。我可以让我太太去创业，我给她当司机，让她去见投资人。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这么做是对的。对在哪里？你这是在出卖我们的客户。张科他当年签这份竞业协议的时候，本以为自己会受到重视，大展宏图，但是没有想到，如果这个理由成立，所有签过竞业协议的人，如果不想遵守，都可以说自己受了委屈，都可以就此要求免除竞业限制。那这个协议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但是如果我们稍微有点同情心的话，你真的以为你很聪明吗？我警告你，你的所谓同情心，严重损害了我们委托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因为你的这个自作聪明，接下来我将不得不采取更加严厉的法律手段，把张科告到倾家荡产。所以，你现在有2个选项：一，把事情去摆平解决；二，马上走人。
哎，我们缺一法律顾问，你要是愿意，我不是来找工作的，我是过来给您介绍投资人的。好啊。郑凯旋，在开玩笑，我很认真。我就当是个玩笑。您要不要先看一下我帮您起草的协议？你白起草了。最近我恰巧看过一个采访，是郑凯旋先生的。他说他有一段时间非常的膨胀，有一次一个他最好的兄弟跟他说有别的人要投，他就特别的生气，他觉得这是一种背叛，于是就对那个好兄弟做了很多错误的事情。可是他现在非常的后悔，他真的希望这个好兄弟可以给他一次机会，让他可以改正这些错误。那这话他为什么不当面跟我说？钢铁直男嘛。这是他的道歉方式，他给您开的条件优于所有的投资人。其实我也应该跟您道个歉。虽然说以您太太的名义注册公司，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规避竞业条款，但是还是会有诉讼风险。如果郑凯旋他真的想要找您麻烦，发起诉讼的话，那您的公司啊，不是您太太的公司就会官司缠身的。实在抱歉啊，张克先生，我不应该给您出这种馊主意的。你让丽娜给郑凯旋打个电话，就说协议书已经签好了。好。还有什么事儿吗？律师函、法律意见书、起诉状、答辩状、调解书。你最近多花点时间研究一下反不正当竞争法。柏静红被告是因为侵犯商业秘密，但他好像还不是咱们的客户吧？他很快就会是的。我觉得他那个泄密案更加适用于工商局的若干规定。不是所有的机密都是商业机密。那你马上把所有的跟泄露商业机密有关的法律规定全都找来。已经发您了。女士你好，请问您有预约吗？我找一下罗宾。哦，他还没来。我是他姐，青姐。哎，黛西，哎，过来一下。你先走。这位是黛西，罗宾律师的助理。你好，你好。我是罗宾的姐姐，我找他有急事儿，我给他打电话、发微信，他都不回。哦，罗律师呢？他今天开庭，所以说可能没有办法接电话。那就找不到他了是吗？如果您有什么事儿的话，您可以跟我说。好啊。那我们这边请。好。谢谢啊，谢谢。昨天晚上回家，我们头让我们在群里面马上发当月的营业额。我在带孩子没听见呢，所以我就没发。今天早上一大早，我们单位的人事部就让我办辞退手续。辞退啊？对呀，而且不给任何赔偿。我陪你去找他们。你陪我去？我去给你们领导普及一下什么叫做劳动法，他这叫违法解除合同。如果我们告到劳动局，不仅要罚他，而且还要给你赔偿。真的吗？真的。那我们走吧。根据劳动法第3条，劳动者享有休息休假的权利。下班期间，职工理应得到充分的休息。用人单位应该尊重职工的休息权，不得随意侵占职工的休息时间。背得可真流利。
一字不差。所以理论上，职工是有权拒绝用人单位在下班时间发布的工作指令的。那要不这样吧，你们去告吧，我是不会因为你能背2句法律条文就认怂的。行，那我们走吧。慢走不送。哎，我给您提示一下风险啊，这个事儿我们可是会去劳动仲裁的。赶紧去，快去！去了你就知道什么叫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解释权听说过吗？知道什么叫解释权吗？顾名思义，就是谁有权谁解释。你小破丫头无权无势，还跟我这普及劳动法？我还告诉你了，我们跟劳动仲裁很熟的，要不要我打个电话帮你们约一下呀？还休息权？您要不要打算再多说2句啊？我打算给您发到网上去，您肯定会红的。你这叫非法录音！我录音一点都不非法，但是您非法开除员工，这的确是违反了劳动法。你要是敢把我的录音发到网上，我就去告你。你没有经过我的允许，你就擅自录音。您当然有这个权利了，但是我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你们老板好像是一个特别注重声誉的人吧？如果我把这个录音发到极客的职场那些事上，会对你们的公司、对你个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你的老板会不会觉得有你这样一个人事经理特别的丢人现眼呢？保安，你看啊，我这手指稍微一动，我可就发上去了。经理，您需要我做什么？经理，我这手机录音还开着呢，您要不要再多说2句啊？没什么，你送他们出去吧。不用了，不用了，谢谢，我们自己走就行。谢谢你，经理啊。谢谢啊。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我们给他点时间。实在不行，我们还有仲裁呢，对不对？哎呦，哎，他来电话了。哎，待会儿，开免提。好。喂，罗琦呀，其实咱们不至于，你的辞职报告不是也没交吗？咱们就接着上班吧，啊？你也别太计较了，你进来咱们再谈谈，这点事儿不至于。我在办公室等你啊。好的，哎，罗琦姐，你可想好了，到底要不要在这儿上班？如果你决定不在这儿上班，待会儿咱们就上去问他要一大笔赔偿。如果你决定要留下来的话，他们可有的是招去恶心你，让你不舒服，你自己做决定哦。我听你的。大姐，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罗明找你，他回来了，早就回来了。那行，我一会儿过去。现在就去，态度好一点。解决了就行。姐，你怎么也变得这么八卦？他就是我的助理，纯助理。行，没什么事，我挂了啊。今天让你去被执行人的住所排查线索，排查的怎么样了？我还没去。为什么没去？今天你姐姐来律所找你，她遇到了一件很……我姐姐是你的客户还是我的客户？她是你姐姐，她今天差点就被辞退。我问的是，她是你的客户还是我的客户，还是律所的客户？你为什么就没有耐心听一听她发生了什么？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人在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问题和你有关系，有的问题和你没有关系。难道说你都能管得过来吗？你以为你是千手观音啊？可她是你姐姐，那又怎么样呢？我们的客户需要我们帮忙执行欠款，再拖下去，他们的项目就会流产，公司就会倒闭，生活就会天翻地覆。而你在做什么呢？你在管闲事儿。你为什么就……我不问，我只问你的工作。你应该去被执行人的住所排查线索，
应该去他的公司补充线索，确定了线索之后，再去法院提交证据，申请执行，还要申请限制被执行人的高消费，申请将被执行人列入失信名单，这是你应该做的事儿，而不是去跟一个什么破人事经理斗智斗勇，浪费时间普及劳动法。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去啊！何老师，刚才为什么不看我？何老师，您昨天问他的好像是，为什么看着您？我这么可笑吗？没有啊，那你笑什么？我这是在表达我的善意。我提醒你啊，不管是谁在这做助理，给哪位律师做助理，他将来是否可以留在我们律所，我是有发言权和否决权的。懂了，谢谢您的提醒。你别觉得有罗宾罩着你，你就可以目空无人啊！我从来都没这么想过。罗宾在哪儿发现的你啊？到我们这儿来当助理是要填履历表的，我为什么没看到你的履历表？你哪个学校的？你们老师是谁？何塞老师，干嘛？司法考试一共14门课程，法理学、法制史、宪法、国际法、国际司法、国际贸易法、经济法、法律、职业道德、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任何一门课程，任何一部法，您随便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全文。1989年4月4日，第7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次会议通过，根据2014年11月1日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第1次修正，根据2017年6月27日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8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第2次修正。第1条，为保证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1135年，意大利北部查士丁尼学说汇纂原稿的发现揭开了序幕。意大利波隆亚大学最先开始了研究，他们采用注释的方法进行研究，因此被称为注释法学派。评论法学派。评论法学派的形成于14世纪的意大利，该学派的宗旨是致力于罗马法和中世纪西欧社会司法实践的结合，以改造落后的封建地方习惯法，使罗马法的研究和适用有了新的发展。司法一词的来历，中国古代并无司法这一概念。司法一词是我国清朝末年从西方引进的，仿大陆法系德日制度。司法权及审判权虽然审检合属，但是检察部门受专门负责司法行政的法部领导。你行了，你能像黛西这样吗？找差距。还有你，我上大学的时候可以，现在复习也行。何塞老师，前台有您的快递。罗老师，你也是来找您姐姐的。我不管罗琦跟你说了什么，我再说一遍，以后不许你管他的事儿。罗老师，是您姐姐先找的我。就这一个要求，做得到继续做我的助理，做不到走人。
如果决定了继续做我的助理，马上去了解一下夫妻离婚之后孩子改姓的法律知识，明天一早给我。靠边点，别压你脚。这些都是我已经做好的，一会儿他来了，麻烦你给他。你这是要离开？不是啊，我手机屏碎了，我去换个屏。别掺和。什么别掺和啊？你见过季玉了吗？谁是季玉啊？季玉是谁你都不知道？罗琦的前夫，罗宾的前姐夫啊，就是那渣男啊！创业失败能叫渣男吗？哎，这是什么奖杯啊？他们俩是留学时的校友，蝉联过好几届学校网球双打冠军。罗琦和季玉是闪婚，罗宾是他们的伴郎。婚礼上，罗宾既代表新娘致辞，又代表新郎致辞。那他们为什么离婚啊？罗琦是怎么跟你说的？他没有细说，我也就没有细问，是不是？不是，没有人出轨，也没有小三。那是为什么？如果你见过季玉，你就知道了。丽娜跟你说什么了？没有人跟我说什么。那就是说了。您这是猜测。不，我原本做好了，一上班就听到了你辞职的喜讯。我不辞。我现在出去一趟，我桌上有一份150页的合同。你来负责校对，并且出具律师意见。您去哪儿啊？你问多了。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去和罗琦姐好好聊聊。打住！如果不是你出谋划策，罗琦还真想不出这么狠的招。是你姐把你前姐夫描绘成了一个渣男，那你就信了？啊？所以给他出这么损的招？我错了。那他有没有告诉你，到底为什么不让孩子见父亲？你告诉我。我不知道啊！你不知道你就乱给人出主意。我这是凭常识。如果一个母亲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见父亲，一定有她的道理。那你要问，让他说出那个道理，然后判断那个道理是不是符合法律。还戳到他痛处，这不是理由。倒是你，我觉得你才应该问，因为你们才是家人。那150页合同，希望我回来之前你已经做好。你跟罗宾说啊，他那个兄弟啊，如果继续探望孩子的话，会对孩子不好。罗宾他打算让他这个兄弟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那我就会说我的前夫有严重的健康障碍，如果他在行使探望权的话，会影响到我孩子身心健康的。我会让法院终止他的探望权。罗琦姐，这个主意确实是我给你出的。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打起官司来的话，是要讲求证据的。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他有严重的健康障碍，或者说他行使探望权怎么就损害了孩子的身心健康呢？他得过抑郁症。那罗宾他会找来一达医生给他做报告，证明他已经康复了，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严重的健康障碍。他已经有新的女朋友了。那法院他也不会因此就剥夺了他的探望权吧？小安的奶奶跟他说他爸爸会给他再找一个新的妈，比原来的妈妈还要好，问他喜不喜欢。老太太嘴巴一张，亲妈就没了。我女儿要管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女人叫妈，将心比心这件事搁谁受得了？你受得了吗？罗律，那个您会律所吗？我搭上您。对不起，我不回律所。喂，什么事儿？我觉得您应该好好的跟您的前姐夫谈谈他再婚的事儿。他确实有再婚的权利，但是我跟不跟谁谈什么，就不劳你费心了。我就是温馨提示啊。用不着，你能干好我交给你的事儿就不错了。
哎，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这儿很难找吗？黛西是叛变了呢，还是本来就是你派来的卧底？你想多了，现在想找一个人没那么复杂。丽娜，是不是？肯定是丽娜说的，对不对？你知不知道，你把小安藏起来，季玉快崩溃了。啊，你不要跟我提这个名字。好，你前夫现在每天给我发好几百条微信，他已经疯了，你知不知道？哟，疯了，那就更不能见孩子了，否则的话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的。我知道季玉找了个女朋友这事儿没告诉你，让你生气了。他找不着女朋友，他结不结婚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好吧？那你为什么不让他见孩子呢？我不想让我的孩子知道他爸又给他找了一个新妈，我也不想让我的孩子在两个妈之间做比较，这个理由充分吗？姐，你这理由我能理解，但是我必须得告诉你，这个理由在法律上它不成立。你不能因为你的前夫要结婚了，或者说谈了一段新的恋爱，你就剥夺了他对自己亲生子女的探望权。你跟我谈法律是吧？啊，罗宾，那就跟我的律师谈吧。你不要闹了，行不行？我没有闹，就是因为我不闹，所以我要找律师。你们律师都是专业的，受过训练的，都非常冷静。我是冷静不了，所以我必须要找律师。你真的假的？你收一下。什么东西？这是我律师的名片，他叫麦飞，可能你也认识。我当然认识，他以前是我的助理。那我想请问你想干什么？你为什么要去找律师？你什么时候找的他？我的律师叮嘱我呀，只要我找了他，我就不能回答任何人的问题。我不是任何人，我不是任何人。你是律师，你是替我前夫来跟我交涉探望权的。姐，我是你弟弟，我是你的亲人，当然我也是基于很多年的朋友，所以你相信我，这种事情不需要找律师，你懂吗？别跟小安说，否则我揍你啊！舅舅，哎呀，有没有想舅舅？想了，怎么想的？睡觉都想。哦，真的假的？真的。好吧。小安妈妈，小安最近好像情绪不太好，人家长工作再忙，也要多陪陪孩子。还有这个，谢谢，没事。谢谢舅舅。这是舅舅买给你自己的啊，千万不要给妈妈，最近妈妈不乖。来，先放里。好。你要不怕被别人看见了啊？看见就看见呗。哟，那万一廖主任找你麻烦呢？他看不见，他正会陪客户吃饭。罗宾找你啊？不接了，下班了。你干嘛不接呀？好不容易跟你约会一次。没事，你接吧。哎，罗律，我要见你。我下班了，我没在所里。那正好，下班了我们可以见面好好聊一聊。你在哪儿？我来找你。是这样，我今天晚上安排事儿了，我们可以约其他时间见面吧，好吗？你知道我找你什么事儿吧？是因为罗琦吧？没错。所以你躲是躲不了的。我并没有躲，我只是今天晚上有事儿，您给我约其他时间吧，谢谢。喂，季玉，我刚刚跟罗琦见了一面，我们见面说吧。好，那我去你家。好，我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到家吧。好的。好。这事儿啊，跟你没关系。怎么跟我没关系了？
就是不想被人怀疑。不想被谁怀疑啊？罗宾啊？啊，你把罗琦介绍给了我，怀疑。是啊，这是非常合理的怀疑啊。他知道咱俩认识啊。如果他真这么怀疑，那你怎么跟他解释也没有用，他越描越黑。哎，要不然，我是想说了，要不然别再罗宾了。为什么？不是你说话呀？为什么呀？啊？我是怕你为难，我不想让你夹在我跟罗宾中间。那为什么是我别干了呢？咱俩好好讲道理，那谁也不能急那种的，行吗？你看啊，我过了司法考试，我有律师资格证，我再过上几年呢，就能成为初级合伙人了。我再熬上几年，等我有了名气，有了人脉，我就可以自己开业了。我以我自己名字命名一个律师事务所也是有可能的，对吧？是你不一样啊，你连司法考试都没法参加。那如果不是罗宾罩着你，你能去律所上班吗？那除了保洁员或者勤杂工什么的，你什么都干不了。那可是现在连招个行政都需要大学本科以上。哎，别，你干什么？你又来了！哎。罗冰冰，你瞅啥呢？一起喝点儿。哎呀，酒。是不是温柔点拉胯了？哎呀，这顿饭就这么给摔着了。罗宾，你先躺会儿行吗？我给你弄点喝的醒醒酒。跟罗琦聊的怎么样？同意我见小安了。等你醒了，咱们再谈好吗？我现在醒着呢。我跟你说，我今天去他那儿了，去找小安去了。人家全他市大爷没让我进。我说我干什么呀？我说我找我孩子。他说孩子谁？我说纪晓安。他说纪晓安。我说对，我就把小安的这个身份特征、生日什么全都告诉他。我说你进屋去，你去给我问问。你看他出来跟我说什么？给我笑死了。跟我说没有纪晓安，我们这儿有罗小安，好笑吧？我后来仔细一想。他把小安姓都给改了，随你姓了，罗小安。姓都给改了，你有女朋友了？啊？恭喜你啊！是，不客气。喂！不是，你怎么知道的？罗琦告诉你的。他罗琦怎么知道的？不是，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呢？没想好怎么告诉呀？怎么说呀？哦，
就是因为这事儿吧，他生我气不让我见小安，还把小安姓给改了，因为这个是不是？你说吧，是不是？所以你要理解他，他需要时间，他需要时间去消化这件事。消化可以的消化，但是我妈想孩子了，我也想孩子，我真的想见小安，真的罗宾，好久没见小安了。我也赶了。来，乖，躺这儿，躺下。中国结婚的对数558万，离婚的对数185万。过去有一句老话叫"三人行必有我师"，套用现在我们的结婚率和离婚率叫"三对成必有所失"。高手生而不露啊！兄弟，看见我刚刚操作没？太帅了！大婶，留步！我都已经校对好了，但是我们千万不能签，因为这里面有特别多的坑。人家对方公司的法务投诉你说你一直不回电话。关于麦飞担任您姐姐律师的事儿，我想跟您解释。你不用解释。他不是针对您，而是因为我说了不用解释。你怎么老不听别人解释呢？我之所以每天比大家早一点来办公室，是因为我有太多的工作要处理，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花费在听别人解释上。况且，解释不解决任何问题。我解释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避免造成更多的矛盾还有误会。你只需要告诉我你的决定。你是决定继续留下来当我的助理，还是因为你的男朋友麦飞在做罗琦的律师而打算退出？我尊重你，无论你决定留下还是退出。您什么时候知道麦飞是我男朋友的？我一直都知道。你不用担心，我不会告诉别人的。我不退出。OK， 那就请你马上联系对方当事人的代理律师麦飞先生，确定一下我们双方的见面时间。好，罗老师，我早就已经跟麦飞约定好了，我们各为其主，绝对不会参入个人的感情。我不知道你们的约定，也不关心，我只看结果。兄弟，看到我刚才操作没有？带吸管何塞叫兄弟，真的骗你小狗，我亲耳听到的，他真管他叫兄弟。你叫何塞叫师兄，人黛西管何塞叫兄弟，那你得叫黛西什么呀？嗯，说什么呢你们？我正跟他说啊，你在何塞办公室，正讲到你跟何塞兄弟相称。哎，对了，昨天好几个客户打电话过来找你啊，我可都帮你打掩护，说你去上厕所了啊。没有肉的，只有素的。谢谢啊。最后连封印都过来找你了，问你去哪儿了。都惊动封印了。我估计啊，是王大奎那边的法务给你扎的针儿。谢谢啊。
哎，丽娜没有在座位上，所以我就直接走进来了。丽娜在座位上的时候，你也不是爬进来的，一点也不好笑。幸亏我的职业不是逗你开心。封印昨天到处找你，说你也不接电话，客户也找不到你，你的助理也不在。不用你告诉我。你干嘛呢？工作。可丽娜约好了是今天上午咱们俩谈话呀。谈什么？你忘了？哎，你说要找一个时间，我们俩好好谈谈啊，关于我们俩的关系啊，以及存在的误会，还有未来情感的发展方向。我这些邮件必须要在客户一上班，打开电脑就能看见。我从来都是提前完成的。我昨天晚上跟丽娜重新约时间。丽娜不在工位上，那就等她来了以后再约。耿子。对不起，我实在太忙了，一会儿还上班呢。罗宾不知道我来找你，他早晚会知道的。季玉如果真想跟你过不去的话，他可以找律师告你。哎，不谈这些了，说点别的吧。啊？你怎么知道的？你妈妈告诉我的。哦。我跟她说你今晚约了罗宾，罗宾忘了你们的见面地点，不敢问你，怕你生气。然后你妈妈就跟我说不可能啊，今天晚上罗琦要带小安去跳芭蕾舞。我说对啊对啊，罗宾就是要去看小安跳芭蕾舞。我说句真心话，你别介意啊。也许我会介意呢。那我就不说了。我不介意。我介意。哎，对不起，我们主任还没有到，他让我接待您。别怪我不好，事先没有通知你们。哎，这边请。好。没关系啊，你可以接电话的。哦，不重要。您这边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 is power off. 喂，你好。您好，请问是龙科律所吗？是的，请问您哪位？我找一下麦飞律师，请问他来了吗？麦飞律师来了，但是刚走。好，谢谢。何塞叫你去他办公室。为什么让我去啊？你是叫黛西吧？啊？刚才我去他办公室送文件，他说让黛西来一下。何塞老师，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律所的美女兼律师助理兼游戏高手黛西啊。你好，你好。这位是大鹅游戏的创始人马龙。啊，我特别喜欢大鹅的游戏。是吗？啊，哪款？凯旋。必须的。那你们二位玩一局吧。何塞老师，我这边工作还没做完。我去跟罗宾说，他一定会同意的。哎，我正找你呢，你收到校友会的邀请了吗？我不会去的。为什么？有什么可去的呢？大家不是在律所碰到，就是在法庭碰到，混得太熟了，以后还怎么为了自己客户的利益争得你死我活、鱼死网破呢？你是怕碰见蓝红吧？闭嘴！你说你当时跟蓝红那么好，为什么要分手呢？闭嘴！我们当时都觉得你们完全是天生的一对儿。我没有恶意，对不起，我不想跟你叙旧，我没时间。不，我是想请你给我帮。如果需要我帮你什么，请直说，别吞吞吐吐的好吗？我听说蓝红的老公他有要收一家游戏公司。对不起，我帮不了你。哎，我在并购这方面
法律问题我非常的了解，我在这方面就是一个专家。那我倒是建议你去参加校友会，并且期盼上天能够安排让你邂逅一个某上市公司老板的太太，你去毛遂自荐，告诉他你有这方面的能力，并且他正巧有这方面的需要，或许他会找你。哎，不，你误会我。那你能不能别绕来绕去的让我误会你呢？是这样啊，我呢，有可能很快要做一家游戏公司的法律顾问，而这家公司呢，有可能被别人收购。但是在这众多的打算收购这家游戏公司的公司当中呢，有一家上市公司，这家上市公司的老板呢，恰好是蓝红的老公。也就是说呢，我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会跟蓝红老公的公司有很多工作上的接触。请问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看啊，你我之间多多少少的有那么一丝丝的矛盾。何在，你听好，再有矛盾，我也不会到你的客户那儿去说你不好。你承认咱们之间有矛盾了，你终于承认咱们俩之间有矛盾了。但是没关系啊，有矛盾没关系，有人的地方它就有矛盾嘛。大哥，我的重点是，我不会到你的客户那儿说你不好，我并没有谈我们俩有没有矛盾。不，那你说咱们俩之间有什么矛盾呢？出去，这个话题不再谈了。你找丽娜约我的时间，她没有在位置上。我说过了，那就等她来了再约。哎，你说最近有点奇怪啊，昨天你消失，今天她消失，这是怎么回事呢？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啊，别生气！哎，你到底要干什么？没有要偷看，我只是想离你再近点。我能听得见，我怕别人听见。怕别人听见的话，我奉劝你压根儿就不要说出口。你看哈，是这样的，你看上学的时候，我跟蓝红之间关系一般，是吗？你这么理解啊？那你的理解力真的从小的时候就严重出现了问题。你们俩关系不是一般，你们俩是相互鄙视。我早就看透了他了，对不对？我当时我就反对你们俩，但是你没有听我的建议。我庆幸没有听你的建议。所以啊，你没有听我的建议，所以造成了你这段失败的爱情。如果我听了你的建议，我现在也和你一样，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爱情。我当然知道什么是爱情。什么叫爱情？爱情属于所有人，但是爱情分真爱和假爱。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忠贞不渝，这才叫真爱。你的意思是从一而终？不，我说的是忠贞不渝。那如果两个人接触了一段之后才发现并不合适呢？那他们就不是真爱。哎，像你跟蓝红之间，那就不叫真爱。按照你的逻辑，真爱只有一次。对。那如果说你真爱这个人，他不幸离世了，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一生他不再接受其他人了呢？不，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明明你刚才说的真爱只有一次。不，我的意思是哈，如果一个人他同时爱上了很多人啊，那他这就不叫真爱。但是一个人爱上了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消失了，比如说离世了，那么这个人当然可以再去追求他新的爱情，不然的话，那就是泯灭人性了。那你就不应该说真爱只有一次，应该说真爱是一次只能爱一个，爱几次就应该有几次真爱。对，你们俩在这讨论什么呢？爱情。我没听错吧？你们为什么要讨论你们认知范围之外的事儿呢？你们既不懂，又不擅长。他为什么说我们既不懂又不擅长？
说的是你。我找黛西，黛西她没有在工位。她去哪儿了？我知道他去哪儿了，我去帮你叫他啊。资料室。婉欣，罗宾找你。哦，好，不好意思啊，我先撤了啊。好，拜拜。我离婚的时候扔你家2箱东西，你没给扔了吧？在衣帽间有一个大箱子，上面贴着你的名字。机遇找着了，行，挂了啊。哎，不好看。白金红的专利已经申请了下来，你马上跟麦琪联系一下，约定去法院的立案时间。好，诉讼材料准备的怎么样？都已经准备好了。喂，你又怎么了？说话。我给罗琦打电话了，他接了，然后跟我说你有什么事去找我律师去，然后把电话给挂了。我再打就不接，我打了很多遍，他都不接。罗宾，你告诉我，你觉得罗琦他能这么对我吗？我要见到他，我要见到小安，我需要见到他们。是，他是不能这么对待你。你先冷静听我说，你会见到他，见到孩子。我向你保证，你先冷静。我冷静不了，我听不了你说，我冷静不了。我要见到小安。好，你先收拾好你自己，其他的交给我。你约了麦飞了吗？我给他打了电话，他没接。打了几个？什么时间打的？我今天早上一来就打了。哦，我已经跟他们前台说好了，让他给我回电话。然后呢？然后我就一直在何塞办公室。你为什么要在何塞办公室？是他找的我，他来了一个游戏客户，让我陪客户玩游戏。他让你陪客户玩游戏，还玩了一上午。我总不能当面拒绝他吧？废话。那他一定会暴跳如雷的。那就让他暴跳如雷好了。可是我看得出来，他一直想要拿下这个游戏客户。他想拿下，就让他自己去拿。我不懂你为什么要留在他办公室陪他玩游戏。因为我不想跟他闹太僵。他前段时间一直揪着我要我简历来着。那好，我问你，如果他以后让你去陪酒呢？去陪其他的呢？你都陪吗？如果不答应，一样会闹僵的，一样的。喂，你跟罗琦约的几点啊？正在约。他不同意，对不对？没有。这样，你到我办公室来，我把他也约来。就这样。你现在就去找麦飞。好，我马上给他打电话。不是打电话，是去他律所找，让他下午无论如何说服罗琦来我办公室。啊，那我直接去找罗琦就行了。你听我的好不好？我可以跟他沟通的。他不会信任你的。为什么呀？我又没做任何伤害他的事情。一个人信任不信任一个人，不取决于他是否伤害过他，而取决于他到底站在谁的那一边。即使我站在你这一边，也不代表我会出卖他的利益吧？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来进行辩论。是这样的，罗琦他早就知道我是你的助理，但他还是很信任我，什么都跟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很多事情他不跟我说，却跟你说呢？是不是他觉得你会反对他？他跟我说是因为我不认识季宇啊？
这是办公室，不是聊天室。嗯。你为什么还要站在这儿？去啊！哎，您好，我约一下麦飞律师，谢谢。啊，好的，请找稍后。麦飞？啊，您好，我是全景律所罗宾先生的助理。罗宾先生想让我跟麦飞先生约一下时间。廖主任，常。找你的。对不起，麻烦您跟罗宾律师说一声，我今天临时有事，不能跟他见面了，谢谢。麦飞律师今天真的是有事情，所以取消预约也是正常的。对不起，可是我们这个事情真的很重要。麦飞律师，无论如何，今天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们约一下罗琦。好，我尽量。好，那我们在律所等你，无论到几点，辛苦了。这小姑娘还挺有股劲儿啊，怪不得罗宾喜欢她。哦，我打听过了，他们只是工作关系。跟谁打听的呀？打听那人要不就是没把你当朋友，要不就是眼瞎了。哎，肖凯丽走了吗？哦，您要早点回来就见到她了。说服她了吗？咱们是长盛的法律顾问，她是长盛的女朋友。王慧珠不但是长盛的前妻，也是长盛公司的股东之一。他告王慧珠来找咱们，那是不是找错门了？你可不能跟他这么说。哦，我没说，我劝了半天，算是劝住了。但能不能让长盛跟王慧珠说说呀？别在网上骂了，就算骂也别骂那么难听啊。长盛这人我了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就希望咱们能把这个事情给他按下去，所以我一早就去找王慧珠，跟他好说歹说，说的口干舌燥。他说告吧，随便告，大不了输了赔钱。不是赔钱的事儿，还得赔礼道歉，公开的。是，所以我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最后他答应了，把之前的微博都给删了，再也不指名道姓的骂人了。先生，你好，我叫季玉，是罗宾的朋友，跟他约好了。您先稍等一下，我先给罗宾律师打个电话，确认他在不在办公室。他在，通过电话。您先稍等一下，我得打电话确认一下。喂，您先在这坐一会儿。丽娜姐，前台有个人要找罗宾先生。好，我知道了，谢谢。放这儿啊。真的麻烦您先在这边休息一下，我等一下。好麻烦，我不行。谢谢。嗯。请。谢谢啊，好久不见。确实好久不见，这么长时间都忙什么呢？我就是随便问问，你就说什么都没忙就行。可是我确实有事情在忙。忙点也挺好，比闲着强。我不喜欢忙。季先生到了。你叫黛西过来吧。嗯。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跟季玉有些事情。行，那我先走了，你好好考虑考虑，拜托。走了啊。他是谁啊？你猜？前女友。你怎么看出来的？我蒙的。俩人还联系着呢。并没有。你有多久没见他，我就有多久没见他。那他干嘛找你啊？跟你一样，也要探望权，他也离了。你的脑回路也是清奇的很。是你说的，我跟他是一样的吗？我说的跟你一样的意思是，你们都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我这样的专业人士给你们提供解决方案。他可以去找别的律师，不是偏得找你。说你的事儿。看我又来一个。
你马上联系一下麦飞，我们现在过去。不用联系了，他都在，我们随时过去就行。介绍一下，季玉，你好，黛西，我的助理。助理，就是你吧？啊，给罗琦出了馊主意，不让我见小安，还要终止我的探望权，是不是？我当时不认识您，这跟你认不认识我没关系，是你没有资格这样做，懂吗？你还想不想见小安？我想。那你最好对他客气一点，他损招多着呢。你不让我见我的孩子，你能落什么好啊？损人利己的事儿你干，损人不利己的事儿你干它干嘛？季玉，你要再这样的话，你的事儿我真的不管了。我只是不太理解，有什么不理解的呢？他不认识你，也不了解你。罗琦跟他说你十恶不赦，他就信了。罗琦跟他说我十恶不赦是吗？罗琦跟他说的。我来点个外卖。不是要去见罗琦跟他律师吗？是啊，在哪儿啊？在人家律所。那你订什么外卖呀？我是看你并没有想去见的意思。不是，我就是说是我不太理解，仅此而已嘛。如果把你不理解的事儿说的让你理解了，得办个培训班，一句半句说不清楚。得理解了，现在，就按你们说的做，反正能把探望权解决了就成。那我们走啊。